这一期记住一个房间，宁国府。贾府分2府，荣国府住着贾母、宝玉、黛玉这一大家子，宁国府住着贾珍一家，在荣府东边1墙之隔。宁府的长孙媳妇叫秦可卿，贾蓉的妻子，公公是贾珍，她在书里活的时间不长，第13回就死了。这一天，宝玉在宁府做客，困了要午睡，秦可卿负责安排他歇息，他先带他去了一间书房，房里挂了一幅画，一副对联。宝玉看了一眼，说不在这睡。他带他去了第2间房，他自己的卧房。房里摆着武则天的镜子，赵飞燕跳舞的金盘，安禄山砸伤杨贵妃的木瓜，西施用过的被子。宝玉说这里好，他睡着了，然后他做了整部《红楼梦》里最长最重要的一个梦。有一种选择，你做出来的那一刻并不知道自己在选什么，你以为你只是走进了一间房，但那间房里的每一件东西都在告诉你同一件事，你没有读出来，你只是觉得舒服，觉得好闻，觉得想闭上眼。等你醒来的时候，你说不出自己到底看见了什么，只剩下一个名字和一种说不清的金句，但那间房知道。曹雪芹在第5回做的事情，是在一个人入睡之前，把整部书的底牌摊在他面前，一张都不藏，然后让这个人闭上眼睛，进入梦境，在梦里再看一遍同样的底牌，用另一种编码。他带出来的只有一个名字和一场惊梦，册子上写了什么，他说不出一个字。第5回前半段，贾宝玉在宁国府赏梅花，困倦欲睡，秦可卿引他入房午睡，他拒绝第1间房，进入第2间。在秦可卿卧房中沉入梦境，进入太虚幻境，警幻仙姑出场，引他往深处走。宝玉困了，贾蓉的妻子秦可卿主动说我来安排。他先把宝玉带到一间正经的书房，里面挂着一幅燃离图，画的是一个人在灯下苦读，有神仙来点化他，旁边一副对联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这14个字是整个儒家社会的处世纲领，洞明世事，练达人情。翻译成白话就是把人际关系搞好就是最高学问，把社交规则摸透就是最好文章。宝玉看了一眼，3个字，断不在此处写。他拒绝的不是1间房，是一整套生存方案。那幅画，那副对联，要求的是他父亲贾政希望他变成的那种人，精通科举，善于经营，在仕途上步步高升。他1秒都不愿意待。秦可卿笑了，他说那到我屋里去吧。第2间房，他的卧房。宝玉一进去含笑脸说这里好，这里好。他说好，他不知道好在哪里，但曹雪芹知道。曹雪芹用接下来一整段话告诉读者，这间房里的每一件东西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。看一下这间卧房里摆了什么，原文写得极密，逐渐来。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进士中设的宝镜，武则天，大唐女皇，权倾天下，晚年被逼退位，镜子是她权力鼎盛时的器物。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，赵飞燕，汉成帝皇后，以舞姿绝世闻名，最终被废自杀。金盘是她在上面跳掌上舞的那个盘子，盘内盛着安禄山治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。太真是杨贵妃，安禄山与杨贵妃之间有暧昧传说。安史之乱后，杨贵妃死于马嵬坡，木瓜是情欲和祸乱的双重符号。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与韩章殿下卧的榻。寿昌公主，南朝宋武帝之女，梅花落在她额头上不掉，从此有了梅花妆。点出的是美，但南朝宋很快亡了。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。同昌公主，唐懿宗最宠爱的女儿，极尽奢华，早亡。父亲为了她的死处死了20多个御医。棋子换过的杀青，西施，越国灭吴的工具，美人是棋子，用完即弃。红娘抱过的鸳枕，红娘，西厢记里撮合崔莺莺和张生的丫鬟，这是唯一一个来自虚构作品的典故，情欲的中间人。7件起舞，7个女人的故事，每一个都是同一个公式，绝世之美，极盛之欲，毁灭，没有例外。武则天是权力的毁灭，赵飞燕是地位的毁灭，杨贵妃是肉身的毁灭，西施是人格的毁灭，形式不同，终点相同。宝玉看见了什么？他看见一间布置得好看的房间，他闻到好闻的味道，一缕幽香却是从那纱窗中暗暗透出，他觉得舒服，然后他躺下了。所有预兆都以令人舒适的形态出场，这是第5回的第1个结构法则。墙上还有一副对联：嫩寒锁梦因春冷，方气笼人是酒香。署名秦太虚。秦太虚就是秦观，北宋词人，
苏东坡门生写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的那个人。这副对联的意思很简单，微凉的春寒让人想睡，花的香气像酒一样熏人。但曹雪芹为什么偏让秦太虚的字出现在秦可卿的卧房里？秦可卿，秦太虚，太虚幻境。宝玉即将从这间房里进入的那个梦境，就叫太虚幻境。名字本身是路标，秦可卿引宝玉入房，秦太虚的字挂在墙上，宝玉在秦的包围中入睡，进入太虚。一条命名的暗线，从现实通向梦境，通道是这个姓氏。而可卿两个字后面，宝玉在梦中会遇见一个和秦可卿同名的仙女，警幻仙姑的妹妹，小名也叫可卿。梦里的可卿和梦外的可卿是同一个人吗？曹雪芹不说，他只是让他们共用一个名字，让读者自己在这个重叠里感到不安。这间卧房是通道，对联是门楣，秦可卿是引渡人，一切都在把宝玉送进那个梦里，而宝玉只觉得春困。这个引渡宝玉入梦的女人值得停下来看一眼。秦可卿在全书中的定位极其特殊，她的身世书里只写了一句，从养生堂报来的。养生堂是清代收养弃婴的慈善机构，她的养父秦业是个小官，营善郎，工部最低级的技术官员，管修缮房屋。一个弃婴养在小官家里，却嫁进了宁国府做长孙媳妇。贾府四大家族的门第有多高？贾珍是3品位列将军，世袭的爵位。他的儿子贾蓉后来捐了个5品龙禁尉，出入宫禁的武官虚衔花了1200两银子。这样的人家娶一个养生堂出身的弃婴做正妻，不合常理。曹雪芹不解释，他只写秦可卿在贾府的评价。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，生得袅娜纤巧，行事又温柔和平，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。贾母认他，全府上下认他，他的出身在入府之后就不再被提起。但脂砚斋的批注透露了另一层信息，只批说秦可卿这条线删去4、5页，曹雪芹原稿中有关于他的更详细交代，后来被删了。删的原因，批语暗示是因命秦夕删去，有人要求曹雪芹删掉这段。一个被删去的身世，一个被沉默覆盖的来历。这个人站在现实和梦境的边界上，把宝玉从这一侧送到那一侧。他自己的故事恰恰也是半隐半现的。他是全书第一个死的重要角色。第13回，秦可卿死封荣禁尉，他的葬礼规格远超他的身份等级。贾珍哭得泪人一般，给他用了原本留给自己的棺木，那是意中亲王老千岁要的材料，强木坚硬如铁。一个3品将军把本该用于王爷的棺材给了儿媳妇，这些都是后话。此刻她只是一个年轻媳妇，笑着把小叔子带到自己卧房里歇午觉。但曹雪芹选她做引渡人不是随机的，一个身世沉迷的人带另一个人进入一个关于命运真相的梦，通道本身就是秘文的一部分。宝玉在秦可卿的床上睡着了，梦里他到了一个地方，门口一副对联，假作真实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这14个字是整部《红楼梦》的认识论宣言。假的东西被当成真的，真的就变成假的了。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你硬说有，有的东西反而不存在了。真和假不是2个对立的状态，它们互相生产，互相取消。这副对联出现在太虚幻境的牌坊上。太虚幻境，太虚是道家宇宙概念，比天还高一层的虚空。幻境直接告诉你这里是幻，但幻不等于假。在曹雪芹的系统里，幻境展示的恰恰是真相，12钗的判词，命运的曲词，全部结局。真正的幻反而是外面那个现实世界，宝玉每天活在其中，以为真实的那个荣国府。门里是真，门外是幻，但门上写的是假作真实真亦假，你分不清。这就是曹雪芹给宝玉设计的入口困境。他走进了一个写着这里是假的的地方，但里面全是真的。他醒来回到一个看起来是真的地方，但里面全是假的。一道门，2副对联，第一副挂在书房里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宝玉拒绝了。第2副挂在幻境门口，假作真实真亦假，宝玉走进去了。他拒绝世俗智慧，走入命运真相，但命运真相以幻的形态出现，所以他不会认出它是真的。入口本身就是悖论。从一间书房到一间卧房，再从一张床到一扇门。第5回前半段的全部动作是把贾宝玉从现实世界送入预言世界，而这个输送过程本身就已经是预言。7件器物说的是美与毁灭同体，2副对联画的是真与幻的边界。秦可卿这个身世沉迷的年轻女人，用她自己很快也将被封存的卧房做了渡口。宝玉选择了这间房，拒绝了那间房。他选的是舒适，是香气，是好。他不知道他选的也是那7个女人共同的公式。门开了，
太虚幻境里面有人在等他，他手里握着12本册子。下一集他翻开那些册子，每一页一幅画，每幅画下面一首诗，12个女孩的一生压在4句话里。